兄弟们呐，翻车了啊！翻车了！这回翻车的不是别人啊，是我自己。这一回兄弟们可以好好的当一回吃瓜群众啊，吃下瓜，跟大家讲一下怎么回事啊。大概情况是这样子的，这台 L3呢是前一段时间一个线下的客户拿来我这边修，当时他只是断了一条臂，是左后还是右后我忘了啊。这台机呢，机身是我自己的，核心板呢是客户的，但现在也成了我的。什么情况？他断了臂，我不是给他换臂吗？在换臂之前呢，我就给他做过一些简单的测试，各方面的功能打奖都没有任何问题，我就信心满满的去给他换那条机臂，就忘记给他报风险了啊。按照道理来说，根据我之前说的视频，任何炸机的机器在维修之前都会要报一个风险。但是那一次呢，我可能忘记了，可能是有点得意忘形了吧。把那条臂换上去之后再开机，也正常，也能飞。那换好了不是要给客户测试吗？大约测了5分钟左右，突然这个飞机就提示一个高温异常，然后它就迫降了。那我心想嘛，哎呀，这小问题嘛，可能就是我拆装的时候把那个核心板的那个散热器啊或者风扇给弄松动了嘛，小问题没当回事啊。然后我就把那个散热器啊、风扇啊、散热规则啊全部拆了，弄一遍之后信心满满的又起飞，结果问题依旧啊。然后当时就觉得奇怪了，怎么可能呢？我就换条机臂，怎么可能会导致高温报警呢？啊，怎么都不可能了，我就想不通。于是我又来回的反复的拆装，散热器、屏蔽罩子、风扇全部给它换掉，但问题还是一样啊。当时我有点崩溃了，怎么可能呢？没办法，客户他赶时间啊，因为他本身拿到线下来他就是赶时间的。后来我就没办法，我就换了一块我自己好的核心板给客户了，他坏的这一块核心板呢就留在我这里了。这个机的机身呢实际上是我自己的，这个核心板呢才是客户的。等客户走完之后啊，我又接下来几天再慢慢研究这一块板，研究来研究去，按照常规的维修思路啊，对地阻值啊，查电压呀，甚至拿出了示波器去测波形都测了，测不出任何问题。它就是过一会儿就是会高温报警，风扇呢也是正常转，然后我又拿出热成像去测它的温度，实际上呢它的温度跟正常机器对比呢也正常，并没有说像它真正高温报警那样子说温度高，并没有啊。后来我实在是没办法，哎呀懒得搞了，我搬板总可以吧，是不是？那我就搬板咯。大家猜一下啊，搬完板之后问题依旧，我靠！哎，我真是服了。到了这个时候，我整个人都是懵的啊。搬板之后问题依旧啊，相信这个时候维修佬就已经搞明白怎么回事了。搬板我只搬了 CPU 跟智库，智库基本上可以排除，那只有 CPU 咯。那就说明一个问题，就是 CPU 本体坏。我靠，真是活久见了，第一次看到有这种问题的啊！我实在是不甘心了，也不希望把这块核心板沦为料板。我日思夜想啊，还能不能解决啊？如果是按照普通维修师傅的想法，搬过板都不行了，还有什么好修的？直接扔一边得了。但我并不这么认为啊。他现在这个症状呢，就好像他得了感冒一样的，不管空调温度调得多低，风扇开得多大，对着他吹，他反正就说我好热，我好热，就以这个为借口来罢工。这一回我不要让他找借口，让他给我好好工作。然后我想了好几天了啊，我终于想到了一个点，接下来我说的东西都很关键啊，点赞、收藏、关注一下。 If you want to buy drones, action cameras, or repair parts, you can enter the website address jangyao.com into your browser to enter the store. All kinds of parts, cameras, and drones are here. Enter the discount code JANGYAO at checkout for a hidden bonus. 就是 CPU 本体的问题。 CPU 内部呢，它有一个温度传感器，就是里面有个热敏电阻。热敏电阻的原理嘛，它是一个半导体的材料啊，来实现这个温控的功能。它集成在 CPU 的内部了。有一点需要跟大家说一下，虽然它集成在 CPU 的内部了，但是呢，它这个温控啊，修过笔记本电脑的兄弟都知道啊，温控这一块它必须是有一个独立的并且无干扰的供电给它，它才可以标准的去判断这个温度，它不能受到任何干扰，它不能说
这个供电跟其他供电一起供，那这样的话对于它来说就会有干扰，导致它判断温度不准。所以的话，从这一点去入手来找这个问题，找了很久啊，终于发现了一点蛛丝马迹，直接把结果告诉大家。大家看到这个图上有一个3条腿的元件没有？这个3条腿的元件呢，普通维修师傅一眼看过去，可能认为，哎呀，这不就是普通的3极管或者莫斯管吗？其实并不是啊，它既不是3极管，也不是莫斯管。因为我去测量它的电压啊，它有一个这边有一个 3.7 伏的输入，这一边呢有一个 1.8 伏的输出，这边有一个引脚呢是接地，好像并不符合3极管或者莫斯管的特征。然后再看一下它的输出啊，输出到达了一个2极管，然后到达一个0欧电阻，0欧电阻直接就到达了 CPU 当中的一个点啊。从这个电路分布啊跟这个输出来看啊，它绝对不可能是莫斯管或者3极管。然后我又根据它的丝印去查它到底是一个什么元件。它表面的丝印呢是印的 329D， 但是很可惜啊，我查遍全网啊，各种小程序、小软件，包括问豆包、问其他的 AI 软件，都没有查出来这个丝印为 329D 的这个元件，所以没办法哦，只能根据自己的判断，然后结合这一特征，我最终猜它啊 LDO。什么叫 LDO？LDO 的话，你其实可以理解为它就是一个芯片，一个波动的高电压转换为一个稳定的低电压。它 LDO 最主要的作用就是降压跟稳压的作用。那这一点恰好就符合这个温度传感器供电的这一个特征。根据这一特点，我直接就把这个 LDO 给换掉了。结果呢，换掉之后问题依旧啊，就还差理论上的一种可能，我直接把这个 LDO 拆掉，内部温度传感器的这个电源给它切断之后呢， CPU 它就检测不到这个温度，它就不会去报这个高温异常。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我今天就跟大家来做一下这个实验，成功了最好，不成功就当给大家图个乐子啊。这个电路的来龙去脉啊，刚刚说了啊，这个是它的输入。它的输入呢是由反面的一个电感，然后这个电感的供电又是由这个6角的电源芯片供的。这个6角的电源芯片的供电呢，它又是由1级供电供过来的，这个是1级5伏供电。为了兄弟们能看懂啊，我手绘了一张简易的单独的这一路的供电。最开始由电池给整个核心板供电，电池的话可能它分为好几路3伏，好几路5伏啊，其中一路5伏到达这个电源芯片，电源芯片呢又输出给电感啊，这里都是5伏。又来到了2级供电，2级供电也有个电源芯片，电源芯片的话呢，其中一路输出 3.7 伏给它的另外一个电感 L1， 然后又到达3级供电。3级供电呢，就是刚刚大家所看到的那个3条腿的元件啊，叫做 LDO。LDO 的话，收到一个 3.7 伏，输出一个稳定的线性 1.8 伏啊。什么叫线性 1.8 伏？也就是说，把电感输入的有波动的 3.7 伏，然后转换成一个平稳的 1.8 伏啊，这个叫线性供电，供给了又经过了一个2极管，一个0欧电阻，最终到达 CPU。这里的2极管跟0欧电阻呢，它是一个保护作用，防止电流倒灌，大概是这样子整个过程。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个 LDO 这里直接切断，不要它了，那这样的话 CPU 它就不会控制这个温度了。我的想法是这样子的，现在再对照这个实物图啊，完整的跟大家讲解一遍啊。这个呢就是电条板的接口，电条板的话是直接连接一个电条板，然后插个电池，电池其中一路供电啊，到达这个位置，这是一个5伏的1级供电。1级供电其中一路啊，它分了很多路的啊，其中一路到达了那个它的2级供电，它是这个位置，这里有条六条腿的管，也是电源芯片。电源芯片的其中一路呢，有一个 3.7 伏的输出啊，给这个电感，然后这个电感呢又
其中一路啊，又到达了反面的这个 LDO 啊，就是大家可能会认为是3极管或者末世管的这个元件，到达 LDO 经过旁边这个黑黑的一坨是一个2极管，2极管经过这个里面的一个0欧电阻，直接到达 CPU， 大概是一个这样的原理。我为什么认为这一路它就是控制温度的呢？因为啊，我查了很久很久啊，其他地方供给 CPU 的供电，它都是好几个点一起供过来，那这样显然就不符合温度传感器抗干扰的这一个特征。只有唯独这一路啊，它是单独的一个供电，就一个点供到 CPU， 所以啊，我推测它就是控制温度的。虽然啊，我现在还没有证据，虽然我也已经把这个 LDO 给换掉，问题依旧，但是我仍然相信啊，它这个就是控制温度的关键，我就准备把它拆掉。给它装起来试下效果。那我要不要直接上机测试呢？不急啊，万一装上去爆炸了怎么办？所以我们来先做一个单板开机测试，这样保险一点啊。先给它焊一条开机线上去。OK 啊，焊好一条开机线，给它夹一下啊。我现在要开始点火了，估计有点危险啊，兄弟们先往后撤。点火。开玩笑的，没有爆炸啊，没有爆炸，电流轻松跑上去。现在风扇已经转起来了啊。为什么我拆掉 LDO 芯片之后，风扇还是能感应到温度高低去调转速呢？是因为这个核心板上面它不止一个元器件内部自带温度传感器啊，除了那个主 CPU 带之外，包括相机 CPU 里面它也带的。感受到板有高温之后，一样的可以控制风扇的转速。15 minutes later， 兄弟们啊，看啊，现在已经半个小时过去了，依旧稳的一匹啊，没有任何问题，也是正常温度来的啊。我把这个飞机装起来啊，拿到外面去飞一下，飞完之后啊，最后再告诉兄弟们结果到底怎么样。终于搞定了，刚刚我拿到外面去又飞了半个多小时，稳的一匹，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在飞之前呢，有个小插曲啊，跟大家先说一下，就是我在飞之前，我还是担心温度传感那里会出问题，怕它那个温度传达不到位，开了一路电路，我怕它温度感应不准，所以呢，我直接把这个风扇啊改为了最高转速。怎么改呢？直接把最边上那个控制引脚把它切断就好了，它一开机就是最高转速，一直让它保持高速运转，这样的话就绝对不会出问题啊。它这个飞机报高温呢，它主要是保护这个飞机啊，保护它本身，怕它真的有高温导致炸机啊，或者是有问题，相当于一个保护装置。现在就是其中一路的保护装置没了，但是的话，我就不想让它到了真正有高温的时候，风扇转速不转，转速不到位，导致这飞机有炸机的风险，所以我直接就把它改为了最高转速，这样的话应该就稳了。接下来2-3天呢，我还会持续对这一台飞机进行测试，看到时候有什么结果啊，再跟大家分享。视频制作不易啊，希望大家一键3连，感谢。